嘿，干啥呢？做看节目了。大家好，我是全工。眼看粉丝破万在即，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比个心。上一期我们讲了模型制作的心法，第一层打磨，桥来桥上走，脚来脚下削。打磨可以解决模型制作过程中87.45%的问题。如果打磨残了，仍可以用上期节目中无爽大法补回来。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别光眼馋别人，都上手实践起来吧。完美数组是个胶老都听过，但是就算把水口磨得再亮，一些零件的瑕疵不处理好，就是不完美的。所以欢迎收看《胶老的诞生》第3期，打造完美零件。老子曾说过，天下难事必作一易，天下大事必作一细。全工表示，老子说的对，一个作品如果还有合模线、飞边、缩肉、退出口，啥都没处理好，绝对不是好作品。老师，零件为什么会产生瑕疵呢？这位同学问得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零件的生产过程。假设这是一个模具，大家手里的胶模具会用金属制作，勉强称这个东西为板件。板件首先有一个注料口，把塑料注射进去，然后留个外框，通过水口，最终形成零件。先说说我们最常碰到的合模线，两片模具左右合的地方就会有合模线，这是无法避免的。老师，这个为啥不能设置到水口上呢？那样一点不闹心。就你聪明，如果模具开合的地方设置到了水口上，注塑完之后，零件就不能从模具里面拿出来了。所以为了能把零件的生产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是做一个就拆模具，合模线无法避免。但是，一些良心的公司会把合模线开到零件的边缘，简单处理，甚至不用处理就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有些厂商囊中羞涩，技术又跟不上，以至于合模线大一点就变成了飞边。推出口这个做高达的人应该不用担心，我印象中没有把推出口涉及到看得到地方的零件。但是考虑到还有其他种类的模型爱好者看我的视频，我就顺带说一下。板件成型后，为了能让板件从模具中取出，就会在模具后面用一个小棒子怼一下，板件就出来了。推出口不是被活生生怼出一个圆圈的哈，而是小棒子在塑料成型前就在模具上，所以成型过程中就会留下这样一个小圆圈了。缩胶和透胶是一对 CP， 材料在成型过程中一般都会有收缩，而这个收缩率会随着材料的厚度变化而变化。简单来说，相对较厚的地方就更容易出现缩胶，比如说零件背面有卡损，比如说大平面。所以腕带通常就会在一些一体成型且比较厚的地方就做成类似镂空的结构，来保持零件厚度的一致，以规避缩胶。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透胶了。很多体积大的零件做成左右合的结构也是这个原因，例如燃料罐，例如枪管，做成一个壳体，这样壁厚就都是一样的了。做模具是一件特费力的事情，特别是一个板件上有几十个零件，需要考虑该如何规划安置。万代做模型在友商的衬托下，一直是数一数二的厂家。但是众所周知，钱不是万能的，是万代的。但是哪怕是万代，也不能咣的一下给我们一个完美的零件。再给大家讲一个有年代的笑话。当年自称掌握了水口脱落技术的国产大青胶，到手后发现也只是工厂大妈帮忙剪了水口，牛皮。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就默念没看到，不是，应该稳住，来逐一解决它们。缩胶和飞边属于一类，标准操作是先用笔刀的刀锋刮，这里对着你的角度要小于直角，不出意外，直角应该是90度。感觉较为平整的时候，再按照600目至800目的顺序进行打磨就好了。遇到稍微狭隘或者是开头的地方不好刮，可以选择直接打磨。再就是缩肉，我们怎么找到缩肉呢？一般就是先用舌头舔一下，如果你的舌头，也会有人选择迎着光看看，就很容易找到这种小坑。最常规的办法还是打磨，通常打磨几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缩肉的地方不会被打磨到。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保持砂纸和零件的贴合，继续打磨。打磨几下就拿起来看看，发现小坑坑不见了，就是缩肉磨好了。此时打磨的面应该是完全平整的，
这里我们也可以用上一期用到过的马克笔，能当一定程度上的参考。如果是一些目测就较为严重的缩肉，建议大家运用无爽填补回来，再继续打磨。砂纸木薯一样用600目到800目的顺序。推出孔的处理方法与缩肉类似，如果是突出的推出孔，直接打磨就行；凹陷的推出孔建议用无爽填补后再打磨。至于透胶，一般坑都比较大，此时就不再适合用无爽了。小经验，敲重点，画黑板了，朋友们，用 AB 补涂填。从名字中不难看出 ，AB 补涂就是 A 补涂和 B 补涂需要混合使用。先把 AB 补涂摞在一起，然后一起切，这样就能得到重量、体积基本一致的 AB 补涂了。然后把这两个分别搓成2个小细条，然后拧在一起，反复揉搓，等颜色差不多均匀，就把错的补涂放入坑内填压。标准的操作是填补后还能鼓起来一点点。因为补土在干燥过程中是会抱得更紧的哟。确认是否干透，可以用指甲轻轻掐一下，如果不留痕迹，说明干得差不多了。保险起见，稍微再等5400秒。打磨的时候注意确认打磨角度，千万不要把零件磨到了，不然还要重新修补，很麻烦。建议先用400目打磨，再依次使用600目、800目减轻磨痕。还有一种前面没有说过的瑕疵，水纹。看起来是一副我裂开了的样子，实际上它表面是光滑的，对后续上色没什么影响。如果实在觉得不舒服，就可以磨2下，看着就舒服多了。毕竟要在喷漆前尽可能把零件做到完美，才不会让最终的作品因为一点小瑕疵而大煞风景。到此为止，基本上就是一些常见的零件瑕疵的处理，给大家更新一下流程图。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进群了。最后求个3连棒，这会对我们有巨大的帮助。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全工，我们下期再见。